大家好，李灿，今天咱们聊聊俄乌战争吧。俄乌这场战争啊，旷日持久啊，大家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啊。但是它确实已经造成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我指的是在整个世界格局里面。同时，它当然带给了在战争期间呢，战场内外的很多人很多深重的灾难啊。我们今天就聊一聊中国人眼里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东西也有点复杂，因为中国存在挺俄派，也存在挺乌派。当然，在战争的初期吧，我觉得肯定是挺俄派占上风的。大家都会觉得好像俄罗斯就能速战速决啊，来这么一场闪电战的感觉。但后来大家慢慢发现，好像大家都高估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这个时候，慢慢很多人就会去探究，好像俄罗斯这个国家呀，在不管是政治、经济方面，乃至于军事方面，其实是都已经远远的被大家高估了，高估太多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完全联系在一块的吧。你的政治、你的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你的军事是不可能强大的。现在看来，俄罗斯的很多士兵啊，他其实是没什么士气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啊。前几天还上周的时候，我看了一些新闻，就是俄罗斯不是进行了全民动员嘛，发现很多这个中年人呢，不得不抛家弃子，对不对？抛妻弃子的去战场上奔赴前线，其实是看着挺让人心酸的。因为我也是个中年人，对不对？让我要抛妻弃子去做一件我完全看不出任何意义的这么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人生其实是挺幻灭的吧，就是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时候其实是很难让真正的这些士兵有真正的这个士气、有动力、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指望这场战争能打好呢？反观这个乌克兰的士兵，他们是保家卫国呀，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勇气和毅力去面对这件事情。当然，最早的时候好像有些烟雾弹等等啊，就是说俄罗斯为什么要去攻占这个乌克兰呢？当然有所谓的这个北约东扩呀，逼到他家门口了，还有这个消灭纳粹等等啊。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小部分的这个原因吧，它不足以支撑整个这么大一个军事行动。因为现在看来，他的目标好像要吞并乌克兰一样。其实我感觉好像俄罗斯这个高层脑子也不清爽，他究竟是什么样的目的？目的究竟何在呢？因为现在好像乌克兰东部4州已经公投了，对不对？那是不是按道理就是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呢？他真的有这个野心和能力吞下乌克兰吗？其实好像普京自己都不是特别清楚。战争就是这样，在一开始的时候，只在一念之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可能是自以为正确的判断，甚至可能是正确的事情、正确的判断，但它后面可能都会导向无序和失控。我觉得战争就是这样，而且说实话，这场战争它已牵扯很多国家啊，不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当然美国肯定在其中嘛。现在我觉得深受其害的反倒是欧洲各国啊，欧洲各国好像对俄罗斯有内心深处非常大的恐慌、恐惧、害怕这个国家，因为之前有这个历史上，对不对？历史有沙俄、有苏联，都有特别强大的扩张的欲望。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了这个北约组织，对不对？就是为了对抗苏联。后来苏联解体了，我看资料也说，其实普京一开始是想亲近西方的，他也想从和西方的这个就是经济交往中呀，恢复俄罗斯这个经济实力。但是其实想想看，欧洲和西方怎么可能希望一个受伤的这么一个敌人重新恢复元气、重新恢复战斗力呢？其实对不对？所以现在看来，就是俄罗斯对西方，就是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已经完全断裂了，放弃希望了。现在转而就是好像中国和俄罗斯呀，慢慢的就会变得更密切一些。这一点其实也是为什么中国存在很多这个挺俄派吧。挺俄派有2个成因，一层就是因为当年这个苏联的关系吧，就在我们这种年纪，其实都能哼唱几首当时苏联的歌曲，就说当时确实对中国影响也很大。而且像中国现在这个
小区这种形式，好像也是从俄罗斯那里传过来的。哦，对，当时的苏联传过来的，不是俄罗斯啊。对，所以影响很深，大家是有一定的这个苏联情节的。另二点就是因为最近美国对中国这个贸易战，对吧？对中国不断的封锁啊、打压，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两个被打压的这么一个国家啊，他就不得不背靠背啊，团结起来。对，之前中国和俄国的高层也说，就是两国的这个合作没有上限，对不对？这其实给了很多人很多想象的空间吧。在战争初期，我觉得其实俄罗斯是有意想把中国也拉进去的，但中国的高层其实是挺聪明的，我觉得不会轻易把自己拉入这个泥潭，因为战争它就是一个泥潭。不要说俄罗斯这种军事实力了，就说美国当时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还不是在阿富汗啊折戟沉沙了，对不对？也最后也难逃战争的这个泥潭的命运。之前还有越南，对不对？所以也产生很多反战的电影嘛。对我们现在一个主流思维就是说，战争我们就要反对，对吧？有种反战的意识。但对于个人而言，这是肯定的，谁都不想成为战争的这个炮灰。进去之后，其实是真的是特别残酷，不管对士兵而言，还是对平民而言，战争是特别残酷的一个事情。在历史上，战争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主题。就是整个历史贯穿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只是我们现在承平日久吧，就是和平很久了，已经忘了原来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种东西。之前的话，因为也有很多小打小闹，但是离我们的生活挺远的。但现在这个战争其实离我们好像变得特别的近吧。我觉得其实这场战争产生了两个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很多人都知道，欧洲其实深受其害。我其实也认识一些在欧洲老师，他们说这个电费啊、天然气费啊等等都涨得很夸张啊，欧洲人也深受其害吧。但是他们因为对俄罗斯深深的恐惧，所以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且美国也是他们盟友，美国也让他们请君入瓮啊，让他们进入这个瓮里头，他们也没法挣脱这一层网吧。另外一层，其实我觉得对中国人而言呢，其实是利好的。就怎么说呢？中国人当然不是说想吃人血馒头，对不对？战争的红利等等，而是因为战争，他把很多国家拖入水之后，其实俄国他就不得不依靠中国。所以其实因为中国之前有这个比较宏大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计划，对不对？但在中亚一带，俄罗斯其实是有很大的戒备心的，他不愿意放开，不愿意放手，不愿意中国染指那一块。但现在，因为俄罗斯已经身处这样的境地，他不得不去依靠中国，所以他其实已经放开了。我之前看到这个中吉乌铁路已经放开了，俄罗斯说可以，你可以去做这么一些事情，对不对？所以对中国完全是利好的，但中国肯定不愿意自己深陷那个泥潭。我们现在看来就是其实很难判断这场战争会在什么时候结束，谁也做不出这个判断来，因为我感觉连普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战争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哦，我感觉这有什么有蜘蛛网呀？我也不是战争的专家，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就像在历史上所有事情一样，它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事件啊！大家听到我们背景有个人在对，他可能只是这样他在享受，但他不知道他对整个环境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我的视频产生了影响。所以就像这个战争一样，它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局部的战事，但到后来它可能甚至会影响整个全球的格局。现在已经影响了欧洲，甚至也影响了中国。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普通人其实说实话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只能希望这场战争快点结束，我们能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吧。但我觉得很多事情它一旦发生了，估计是再也回不去了。战争一旦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旦发生了，没法回去了。我们可能只有顺这个潮流继续往前走。我们不知道我们将会面对的是怎样一个世界，是会更好呢，还是更差呢？或者
更危险，谁也不知道。